我是不想上班的小林，然後這一次要跟大家介紹我去香港3天2夜的旅程。這次搭乘長榮航空，從桃園國際機場飛到香港國際機場，全程2小時，來回的機票是6936台幣。因為姐姐的去陪會員有送一個東方羽衣貴賓室的服務，所以小林就非常幸運的可以進來吃早餐。貴賓室空間寬敞，燈光明亮，聽說有200多個座位，只是我沒有想到早上9點多竟然有這麼多人。這裡還有提供按摩椅，讓旅客可以放鬆身心。自助吧有提供水果、沙拉，還有一些簡易的開胃菜。另外一邊有關東煮，就是 Seven 那一種，還有一些早餐必備的包子、饅頭、花生、小籠包。這邊還有提供現點現做的服務，人多的時候要等5到10分鐘。我個人覺得貴賓室的餐點還可以，不過如果你不是信用卡禮遇或是會員贈送的話 ，KKday 訂票一個人要888台幣，所以感覺 CP 值不是很高。優點是可以坐在窗邊欣賞機場附近的風景。結果因為貴賓室太舒服了，一不小心坐到忘記時間，最後就只能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的到第17號登機門。雖然走了快30分鐘，不過桃園機場的第2航廈真的還蠻漂亮的。吃完了長榮的飛機餐之後，就順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不得不說，香港機場真的很大，裡面不只有捷運，小林還找公車找到迷路了。因為香港的計程車太貴，所以小林就只能來搭城巴 A2 路公車到土瓜灣的酒店。公車單趟是40.8港幣，裡面座位寬敞，而且還有地方可以放行李。公車路線還有經過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聽說港珠澳大橋是全球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接着呢，就抵達了富匯土瓜灣酒店，我在這邊訂了2晚，1個晚上雙人房不含早餐是港幣715塊。抵達酒店，現在要去12樓。房間內部空間不大，不過香港本來就寸土寸金，所以小一點也正常。廁所也不是很大，不過還算乾淨。然後因為房間是在12樓，所以還可以欣賞到香港的城市街景。雖然整體來說酒店的房間有點小，不過交通位置方便，走5分鐘就可以抵達地鐵站還有公車站。酒店旁邊還有賽馬會，是旅費不夠的時候就可以來這裡嗎？離開了酒店之後，就來到了下一站堅尼地城。堅尼地城位於香港島中西區西端。來到這裡，可以看見海水在陽光下波光粼粼，海浪隨着海風翻湧，拍打着岸邊，濺起白色的水花。看着遠處的船隻來來往往，海風輕輕拂過臉頰，真的還蠻浪漫的。而且堅尼地城這邊的海看起來就很乾淨，像是玻璃加熱過一樣，上面有一層光澤，看起來真的很夢幻。接着就在堅尼地城體驗搭香港的電電車。
叮叮車是擁有超過120年歷史的雙層有軌電車，行駛於香港島北岸。聽說是因為司機踩腳踏板會發出叮叮的聲響，所以才被稱為叮叮車。叮叮車是一種極具懷舊特色的平價交通工具，只需要港幣3塊就可以搭，真的比公車和地鐵都便宜很多，非常適合小林。而且叮叮車有雙層，所以你就可以坐在2樓看着香港的街景。這裡發現香港租店面還可以零佣金送風水，可是為什麼這一排都沒有人租呢？接着就搭叮叮車來到了傳說中的香港中環。香港中環融合了現代摩天大樓與歷史古蹟，是港島的核心商業與政治中心，也是金融重鎮，作用國際金融中心與多家銀行總部。來到這麼厲害的地方，當然就是來喝一杯奶茶啦。所以小林就來到了香港的本土奶茶店 Silk， 仔細看看它的價格都是台灣奶茶的2-3倍。不過這裡可是香港中環揮金如土的地方，所以貴一點，應該也正常。我點了一杯黑鑽茶黃，是炭焙烏龍奶茶配上黑糖波波、黑鑽金球還有黑鑽仙草，真的蠻好喝的。而且配上香港的街景，還有這個可愛的杯套，真的很香港。經過了大名鼎鼎的蘭芳園，不過室友小 B 說有更好吃的，所以這一家先不吃。室友小 B 是我在南京大學交換認識的香港朋友，果然我們兩個只要一在海邊見面，晴天就會變成陰天，像是上一集的青島一樣。接着呢，就跟着室友小 B 的腳步來到了位於香港中環的大館。大館是由舊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裕多利監獄活化而成的法定古蹟群。作為香港頂尖的文化藝術地標，大館免費開放參觀，融合歷史建築、當代藝術展覽、表演藝術，還有優質餐廳，成為了熱門的文藝打卡景點。小 L 說這個監獄好漂亮，他想在這裡關着，感覺被關起來好像還不錯，好像生活還蠻愜意的。我家都沒有這個高級。你以前就在這裡關的，所以胡志明從裡面往外看就會看到這裡。這裡有還蠻粗嘞。為什麼？那他可能要幫嫌犯做料理，所以有個洋蔥味。沉浸式體驗被關的感覺。接着呢，就來到了裕多利監獄的操場放風一下。進擊的巨人，等一下那邊上面就會有個巨人出現。對，有一個巨人的頭長在那裡。然後我們發現監獄操場的椅子上有很多石頭，原本想說這個椅子也太堅固了吧，竟然可以承受石頭的重量。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個椅子是銅鑄製品。而這正是藝術家想要表達的 Nothing is what it seems， 事物往往超越表象。看這樣顯得我好像怪怪的，很像瘋子。你這樣看起來不是很正常，來，你來表演一下。監獄喝飲料，他們在監獄喝飲料，他還要消費，所以進來就吃那個免錢飯。他現在是要吃有付費飯。參觀完監獄之後，就來吃中環的 Backhouse。聽說這家店是香港蛋撻的天花板。網絡上說這家店常常要排隊，而且還會賣完。不過小林去的時候剛好都沒有客人，所以就很幸運的買到了2個，
一個蛋撻是14塊港幣，金黃焦脆的酥皮層層疊疊，咬下去還有個焦糖香，真的蠻好吃的，推薦給大家。接着就來到了石板街，聽說這條街有超過150年的歷史。下一站就來到了中環碼頭，然後在這邊可以搭天星小輪到對面的尖沙咀碼頭。天星小輪有分上下2層，上層成人平日的收費是5塊港幣，週末則是6.5塊港幣，航程一次是10到15分鐘。室友小 B 說，如果想要看維多利亞港海景的話，天星小輪是最經濟實惠的方式，因為如果你是搭遊艇的話，就要200-300港幣。而且今天是陰天，如果花了200-300港幣還看不清楚的話，真的不划算，所以還是搭天星小輪好了。下船之後就來到了尖沙咀鐘樓，鐘樓建於西元1915年，樓高44公尺，以紅磚及花崗岩建成。這一個是香港金像獎的女神銅像，也是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的標誌物。銅像也代表着香港電影藝術創作的榮耀與希望。我個人覺得這種烏雲密布的天氣，配上女神銅像，真的很有風雨飄搖不見天日，但是女神高舉光芒，再次照耀世間的那種救贖感。女神銅像背後的維多利亞港是全球第3大港口，也是香港的地標及經濟中心。隨着天色漸漸變暗，海面成了倒映燈火的畫布，遊船緩緩駛過，將色彩斑斕的燈光化為細碎的點點金光。接着呢，就來到了下一站 K11 Musea。聽說這個名字的靈感來自於海邊的靈感繆斯，意思是透過創意、文化及創新的力量，令顧客的生活多彩多姿。K11 Musea 有100位國際及本地的建築師、藝術家及設計師聯手，以超過10年的時間設計建造。商場結合博物館及藝術裝置、奢華品牌、高職餐廳及打卡熱點，提供沉浸式的購物體驗。而且聽說這個商場是斥資200億港幣建造的，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你找一下按鈕在哪裡？按鈕在哪裡？電梯的按鈕。這裡。哪裡？哦，電梯的按鈕在這裡。只能說，小林雖然看得出來這個商場很美很貴，但是對於藝術這方面真的是一竅不通。然後因為錢也不是很多，所以室友小 B 就帶我來上廁所。芝麻開門，通往廁所的道路。怎麼說呢？雖然這個廁所也很奢華，不過在小林心中，目前沒有廁所可以擊敗南京的德基廣場。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小林介紹南京的那一集。上完廁所之後，就要來去尋找 K11 廣場隱藏的免費觀景台。按照小紅書上面的教程，小林順利找到位於6樓的觀景台。不得不說，小林真的是小紅書的重度使用者。果然，小紅書推薦的都是好東西。小林原本下午還有點失落，但是看到這個無敵海景之後，真的是直接覺得這次香港旅程沒有遺憾了。從這裡可以看見對岸的霓虹燈倒映在海面上，還有天星小輪與觀光遊船在漆黑的海面上畫出一道道金色與彩色的光痕，真的非常漂亮。
聽說維多利亞港每天晚上的8點會有一個幻彩詠香江的燈光秀，不過小林和室友真的走得太餓了，所以決定放棄這個秀去吃飯。晚上就來吃室友推薦的金鳳大餐廳，但是它的招牌長得很像夜總會的那一種。這間餐廳創立於西元1969年，據說是連藝人王祖藍都推薦的鐵板牛扒餐廳。可以吃那個餐包，可以吃3包，它就長得像飛機餐上面的那個餐包。你這樣子講好像很不好吃欸。我們點了一份1個人198的每月特選晚餐，頭盤是牛肉麵包、羅宋湯，如果加28塊可以升級海皇焗酥皮湯。這個是胡麻醬田園沙律菜，不過頭盤這個稱呼感覺在台灣比較常被稱為前菜或是開胃菜。它戳進去就是那個奶油湯，說進去就是一個奶油湯。我個人非常喜歡這道海皇焗酥皮湯，因為它不只有玉米濃湯的口感，還有一個海鮮的清香味，配上酥皮的口感，真的非常驚豔。要一直戳，要戳檸檬，對，戳才會有味道。這道就是主菜，美國牛板腱拼芝士焗釀蟹蓋，配碎蛋焗薯。這個名字也太難念了吧！進來啊！它的沙拉醬是甜的，然後19這個起司加沙拉醬有一點膩。甜點是巧克力冰淇淋，這一頓加上服務費是466塊港幣，我個人覺得蠻好吃的，像是台灣夜市牛排的升級版，來香港一定要吃，推薦給大家。吃完晚餐之後，就來到了尖沙咀的廣東道和北京道這裡，逛奢侈品一條街。這裡是九龍尖沙咀的核心商業區，臨近天星小輪碼頭、海港城，匯集眾多高級商場、酒店及辦公大樓。這跟日本有點像。接着就走到旁邊的1881 Heritage， 這個建築物的前身是水警總區總部，後來才被改建為酒店。隔天一早就來到了敏華賓廳吃中餐，我點了一碗黯然銷魂飯，然後加3塊港幣可以有一杯凍飲。黯然銷魂飯有5片敏華自製的厚切叉燒，還有2顆半熟流心荷包蛋。黯然銷魂飯配上一杯凍飲是78塊港幣，我個人覺得還不錯吃，只是我原本以為它應該會有2片蔬菜的。吃完午餐之後，就來太平山搭山頂纜車。香港太平山纜車是擁有超過130年歷史的藍索鐵路，也是前往太平山頂觀賞維多利亞港美景最經典的交通工具。纜車在2022年換上第6代翠綠色纜車，擁有全天候大玻璃窗，沿途還可以感受到太平山的陡峭坡度。不過沿途有樹木遮擋，加上天氣真的不是很好，所以跟想象中有點落差。我買的是山頂纜車的來回票，還有凌霄閣摩天台428的門票，總共是182港幣。我個人覺得有點貴，因為是烏雲密布。我原本是想說5、6點上來可以看夕陽，不過以這個雲層的狀況，應該是看不到了，所以就決定慢慢下山。
的時候長這樣。看完太平山的風景之後，就搭公車來去吃大名鼎鼎的華嫂冰室。不過裡面竟然沒什麼人，真的是令人意外。我點了一個招牌菠蘿包、鮮油菠蘿包、叉燒飯，還有一碗香煎豬扒，配上新鮮番茄湯底的粉麵套餐。這樣一桌總共是169港幣。我個人覺得還可以，不過確實沒有想象中好吃。這個招牌菠蘿包裡面有番茄蛋，還有奶油，還蠻有特色的。下一站就來到了位於銅鑼灣中心地帶的香港時代廣場。時代廣場年卡佛設有彩色玻璃天花，還有香港唯一的4條螺旋形扶手電梯。接着來到了西盛廣場，廣場樓高17層，匯聚約120個國際時尚品牌、誠品書店及各式餐飲。接着逛一下有點像西門町的銅鑼灣之後，就回到酒店休息。隔天一早就來到了旺角。旺角是九龍區的核心購物、美食及旅遊中心，同時也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接着就一路走到朗豪坊商場，樓高15層，裡面有一個通天梯，連接商場的4樓到8樓，可以俯瞰整個商場的壯觀全景。這裡也是香港最長的網紅電梯，不過因為是2004年落成的老商場，所以陳設有點舊。接着呢，就一路走到了金魚街，這裡會有袋裝的金魚牆，不過老闆說不能拍照，所以就不能給大家看了。中午就來吃位在金魚街的紅茶冰室，這家店是我這幾天唯一遇到要排隊的。而且這家紅茶冰室很特別，因為它整棟建築物上面都有金魚的圖案。如果不想排隊，店門口可以直接外帶菠蘿包。店內燈光明亮，看起來像是新裝修的。我點了一個鮮茄焗雞扒飯，吃起來酸酸甜甜的，而且分量很大，吃完真的超飽的。我還點了一杯葡萄柚蜜桃茶，喝起來真的很消暑。這樣一桌總共是81塊港幣，我個人覺得蠻好吃的。不過在香港一個人吃飯好像都不會放隔板誒，因為我們這一桌4個人，然後都互相不認識，有點尷尬。吃完午餐之後，就搭地鐵來到了位於香港中環的地標商廈 The Henderson。The Henderson 是由扎哈哈蒂建築事務所設計的36層地標商廈。大廈外牆採用了4000塊雙曲面玻璃，呈現出流暢的線條感。建築外形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是集永續藝術、頂級辦公室與高層宴會廳於一體的頂級商廈。The Henderson 在建築領域獲得多項殊榮，聽說建築成本高達4億美元。這個漩渦水井叫做 Anatomy of Time， 靈感源自於宇宙學及螺旋星系幾何形態，是一座高達3米的半透明動態光學雕塑。這件作品的核心流動着氣，這股古老的生命能量透過優雅而連續的液體流動着，
象徵着時間的無常與稍縱即逝。我個人覺得這件作品充滿大自然的寧靜與生命力，真的很厲害。這也是小紅書推薦給我的寶藏景點，而且這裡不用門票，也沒什麼人，推薦給大家。因為小林前面2天走了快4萬步，現在真的走不動了，所以就決定來到中環碼頭旁邊喝咖啡耍廢一下。坐在咖啡廳的戶外區，就可以看見中環碼頭、摩天輪，還有維多利亞港的海景。不過這家店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講中文竟然不通，他的店員都只會講英文，真的有一種來到國外的感覺。不過今天的太陽有點大，所以小林還是決定坐在室內吹冷氣。我點了一杯凍檸茶，32塊港幣。我個人覺得以這種海景還有裝潢來說，真的很便宜。所以如果大家跟小林一樣走不動的話，也可以來這間咖啡廳耍廢一下。因為今天天氣比較好，所以我就走到樓下，再搭一次天星小輪，想看一下維多利亞港晴天的樣子。船上座位很多，而且還蠻乾淨的。雖然天氣比較好，但是雲層還是有點厚。下船之後，看見一艘遊輪，配上後面的雲層還有光芒，真的非常氣派。碧綠的海面像絲綢一樣柔和飄動，果然出來玩還是要好天氣。港口旁邊就是海港城，位於香港尖沙咀廣東道，是全港最大型的購物商場。離開海港城之後，就來買紀念品。我買的是旺角的冰箱貼，一個是20塊港幣。接着就在香港西九龍站結束這一次3天2夜的香港之旅。然後我要搭車去廣州了，請大家期待下集。香港人說這裡看起來很廣東，因為它是睡2席的，然後是上下鋪嗎？這裡面還是敦客，和我們在南大的宿舍是一樣的，還要走上去，要走2級。對，南大的宿舍，然後洗澡的時候，它那個水就会流在它那個水洼裡。哎，我們都是這樣子哎，都沒有乾濕分離哎。對啊，好可憐哦，所以我們過的是監獄生活。好像有請我喝綠茶哦。對，我不是在罵你，是你自己選的綠茶。我是酥皮加玉米濃湯，室友小 B 是羅宋湯加酥皮，獨特的香港吃法。的酥皮師。因為我們2個同時出現在這裡，所以天氣再度對陰暗的下來，感覺等一下就會下雨，太醜了。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歡迎按讚、訂閱、分享。我們下集影片再見嘍，拜拜。